去肯尼亚拍野生动物最愁的不是去哪儿找狮子猎豹，而是出发前那份纠结，到底带哪支镜头？是老伙计100、400，还是新出的50、150，还是咬牙上600定？这次呢，我是把3支镜头都用了一遍，踩了坑也有新的收获。今天就想跟你聊聊不同的镜头能够拍出怎样的非洲。欢迎收看替你踩坑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100、400最稳妥的全能机型。如果是您第一次去肯尼亚或者类似的地方拍野生动物，我依然强烈推荐100、400。前几次在肯尼亚、南极、非洲，我用的都是它来撑整个场面。这支镜头从2018年一直陪我跑到现在，说真的啊，不是我喜新厌旧啊，该出二代了。新的二代如果出来，我说如果大家先别过度解读，只要把防抖升级，体积再做的小那么一点点，我就直接闭眼无脑买。100、400这个焦距段实在是覆盖的太全面了。100端能够拍路过在身边的这个狮子和猎豹，400端远在海面翱翔的海鸟，或者更远距离的这个鲸鱼，大小动物都能拍。第二一点呢，就是它的体积合适，能够连着机身放到摄影包里边，或者是揣在怀里，挤在车里，或者坐在冲锋顶上呢，也有灵活操作和携带，机动性极好。如果需要装一个1.4倍增距镜，还能拍月亮、拍飞行器什么的，对于多数人拍得到远比拍得好要更重要。唯一比这支100、400镜头让我更心水的就是佳能那支100、500。我觉得去非洲拍鸟，那我觉得100毫米到最长500毫米焦距段这个覆盖的范围刚刚好。50、150视频玩家的新宠，这次索尼的50、150是我的绝对主力，95%的画面都是用它来拍的。有人曾说它是拍人像的利器，没错，但是我这次在肯尼亚用下来，觉得它在肯尼亚拍视频真的是不要太好使了。我把这支镜头上面放了一台全景相机，记录我整个拍摄的过程。为什么爱上它？去过那么多次非洲，我觉得我已经不贪恋拍动物那种大特写了，我是更想要看这种有画面感、有氛围感或者有故事感的画面，要有环境。我带了一支2070，但是完全没有用上。我这一路呢就没换镜头，50毫米基本上是够用，但我还特别是想要一个40毫米甚至35毫米起步的。那说70-200不好使吗？我觉得是这样，50毫米端还能硬刚当广角来用，但是70毫米那真的是绝对不行了，我还得再单独加一支广角的镜头来补齐。不用担心50、150这支镜头不可长，因为150毫米的视角，再加上打开索尼 A7S3 的机身增强防抖的这个裁切，我觉得大概相当于170毫米的焦距，这差不多已经是人眼放大倍率的 2.5 甚至3倍了。再加上本身这支镜头大概 F2 的前景深，还有这个背景的虚化玻璃感，我一点没觉得150毫米拍动物不够突出，不够明显。这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我敢用这个焦距，就是因为我已经去过很多次非洲了，我对我们的向导有信心，我知道一定能够接近动物，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够不着。摄影的信心完全是用旅行的经验来支撑的。采风潮汐摄影团明年行程满满，3月份印度撒红节，5月份加拉帕克斯群岛，还有8月份肯尼亚，还有年底的南极摄影超级深度专线，想来的朋友别错过。50到150毫米的画质，那真的就是靠它的
大光圈撑起来的。以前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大光圈爱好者，但是啊，没办法，你说这种野生动物谁不喜欢看呢？我是全程用 f2 的光圈全开拍摄，快门固定在125/1秒，曝光完全是靠 Nisi 的1到5档的可变 ND 镜来控制。白天 ISO 放在640，稍暗一点的话就放在12800。A7、I3 这2档的双原生 ISO 这是旅行绝配。我有一个要说明啊，就是索尼的50-150镜头没有光学防抖设计，但是它的机身防抖配合度非常好。我全程手持拍摄，我觉得比100-400的光学防抖效果还要好。100-400的这个防抖系统，我觉得是有点过时了。作为一支8年前的老镜头啊，我在拍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我到底开没开防抖？还反复开关测试一下，开了。50-150的单个的体积不小但是看在不用换镜头的份上，我觉得这事能忍。正好呢，我觉得全景相机的这个杆放在上面，我能当一个拎手来用，所以体积呢也就觉得不是特别碍事儿了。那200-600这支镜头，我不喜欢，或者说这么着，我不需要。原因是起步就是200毫米，这个焦距太长了。非洲呢，其实都是大家伙，大型哺乳动物，而且都是情况的话，我们离的距离并不远。如果你要拍的话，那绝对是就是塞爆取景块。像这种镜头呢，而且一般来说400毫米，它的镜头以上，这个焦距又不会把光圈做得太大。本来拍摄的主体距离就远，在非洲旱季灰尘又大的地方，你在那么远的距离小光圈，你很难得到画面通透的画面。600定画质天花板，但是门槛高。理论上600定在一切理想条件下能够秒杀其他所有镜头。你看，在光线好、角度对，而且动物乖的时候，它绝对能够拍出最炸裂的大特写。但问题是，一旦动物离得太近，或者是拍摄角度不合适，600直接废掉，因为它的机动性几乎为零，只适合于打阵地战。动物近了不行，远了也不行。拿600给我。太近，就在下边，就在下边。我操，太他妈近了！我吃了把大拿就太近了，太近了。600用不上，太他妈近了！来。你看那个团员 Felix 拍到这些最漂亮的这只大象，还有最难见到的花豹，还有我们之前几个用过的这个拍过的动物的大头特写，其实都是用600定来拍的。不得不说自从现代摄影技术用来拍摄野生动物这种行为以来这种动物鼠毛的大头像就是点赞的收割机。如果你有实力在非洲住上个10天半个月，能够单人包车，自己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停多久停多久，那最适合于带这种大定焦。说实话我觉得在肯尼亚用600毫米有点长了，因为这里边其实都是大型的动物，600更适合于拍摄这种小型的动物，或者大一点的鸟，或者那种特别怕人、特别敏感的距离远的动物，比如像什么雪豹、盘羊或北极熊什么的。单就现在这个需求来说，我觉得肯尼亚400毫米2.8最合适。我之前不是有一支400毫米吗？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我就是去年带去肯尼亚用了那么一下，想象特别美好，现实很骨感。因为带团的时候呢，根本没空用这个大块头，还特占地方。我还拍照的时候呢，得把好的位置留给团员。其实最后发现，还是老老实实用100-400，反而更出片。总结，没有哪支镜头是万能的解法。镜头的选择甚至会随着经验还有拍摄者的心态的变化而产生变化。100-400依然是最全面的选择，几乎适合于所有第一次去非洲的摄影师。它能够最稳妥地带回平均分85分以上的作品。那50-150更偏向于拍摄视频或者是环境氛围这种表达的人，尤其对于拍摄目的有经验，而且对拍摄目标特别心里有底的人。而600毫米定焦呢，画质无敌，但是要做好
打阵地战的准备还有耐心，只有这样它才能给你最震撼的回报。选择镜头呢，其实就是选择你想记录怎么样的这个非洲。镜头能够帮您拍摄动物，但是镜头背后的故事才是你真正的收获。旅行的意义不是焦段，而是眼前那片生机勃勃的非洲草原。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马猫文，咱们下期再见。